今天，中共对上半年的外贸成绩夸耀了一番，其稳中有增、优中有升的描述语，隐藏不住中南海的得意之情。官方公布的6月份出口增长速度让市场直呼意外。然而，中共的自嗨刻意隐瞒一个事实：中国经济的天平倾斜得越来越厉害了，连习近平都坐不住了。在本月初的一个最高经济决策会议上，祭出反内卷大棒，想遏制住四处蔓延的竞相压价乱局。这是中国民众消费力极其疲弱，工厂的马达却依然轰鸣震响的怪异场面。一边是冷眼旁观的消费者，一边是心急如焚的生产厂家，扯破嗓子的叫卖声。那些卖不出去的货物，趁着贸易战烽火暂时熄灭的好机会，大批涌向海外了。这就是中国外贸稳中有增的背后原因，也让中共找到了自我吹嘘的好题材，自己给自己唱起赞歌了。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，我是王真。中共海关总署7月14号公布，6月份出口同比增长 5.8%， 超出市场预期。这个时间点恰逢中美贸易硝烟暂息，中国6月份贸易顺差是 1147.8 亿美元，比5月份的 1032.2 亿美元和经济学家预期的1113亿美元略高一些。中国6月份对美国出口同比下降了 16.1%，但降幅比5月份的 34.5% 和4月份的 21% 降幅已经是好转了。不过，这并非中美贸易将回归常态的迹象。凯投宏观经济学家黄子春认为，中国对美出口长期保持这么好的势头是不太可能的。中美贸易关系将走向哪里，目前还是未知数。在伦敦达成的休战协议设定了90天的宽限期，也就是说8月12号之前，中美必须达成永久性协议才行。就在中美贸易战还不确定的情况下，中共官媒新华网7月14号头条报道了今年上半年外贸成绩单。中共海关总署副署长王令俊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，据海关统计，今年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21.79 万亿元人民币，同比增长 2.9%， 其中出口13万亿元，增长 7.2%， 进口 8.79 万亿元，下降 2.7%。 今年上半年中国对美出口额较2024年同期下降 10.9%， 而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出口额增长 5.9%。 中共海关数据显示，今年1到6月，中国对东盟的出口额同比增长 13%， 同期中国对欧盟的出口额增长 6.6%。 中国将东盟视为其最大贸易伙伴，由27个成员国组成的欧盟是中国的第2大贸易伙伴。美国怀疑中国许多运往美国的商品已改到东南亚，这促使川普政府与越南达成了一项协议。该协议对经由越南转至美国的商品征收 40% 的关税，就是要堵住中国商品进入美国的后门。从中共官方公布的上半年进出口情况看，出口有所增长，进口有所降低，显示中国国内消费力依然疲软。通缩是中国经济的顽疾，迫使生产厂家不断降价，引发了全国性的内卷式降价大战，最后惊动了中南海。习近平也在7月1号召开了中央财经委员会第6次会议，专门讨论如何法办严惩企业低价无序竞争。前投资银行家、美国彭博社专栏作家任书立7月14号发表专栏文章说，中国价格战比美国关税来得更加危险，就连习近平都不得不插手中国企业的混战式降价，这已经说明了问题的严重程度。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5月份降价幅度高达 34%， 加剧了2022年底以来汽车降价的趋势。外卖市场的争夺战促使电商巨头阿里巴巴和京东集团推出大幅折扣，以挑战行业领头羊美团。这些蓝筹股的上市地香港股市因此失去了上涨动力。去年7月以来，中共政府就一直谈论遏制恶性竞争，但最近的情况更加紧迫。中国生产者价格已连续32个月下降，是10年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。工业利润预计将连续第4年下降。中国的经济通缩已经让厂商无利可图，
消费者的钱包更是一天比一天憋下去，一些行业被迫减产。媒体报道说，太阳能行业领先的光伏玻璃生产商计划从7月开始减产30%。大型汽车制造商承诺在60天内向其供应商付款。去年比亚迪的周转时间是这个数字的2倍。面对这样的恶性价格战，习近平怎么应付呢？钢铁和煤炭企业大多为国有企业，比较容易遏制。自2015年底所谓的供给侧改革以来，中共官方在2年内已经分别削减7%和13%的产能。不幸的是，对于习近平来说，价格战最为激烈的行业，像太阳能电池板、电池和汽车，都是民营企业主导的。中共工业和信息化部只能用更频繁、更有压迫力的窗口指导遏制产能过剩，至于效果如何，那就很难说了。更加不幸的是，地方激励机制错位，这就是说，政府可能会继续奖励那些北京方面想要控制的企业。以电动汽车行业为例，2020年初，资金紧张的初创公司蔚来汽车获得了中国东部中型城市合肥市50亿元人民币的注资。所谓的合肥模式，即地方官员行事像风险投资家，但要求其投资组合公司在当地设厂。但这种融资方式也缓解了企业退出和行业整合的步伐。据龙州京讯的崔尔南说，2024年，蔚来汽车生产了超过22万辆汽车，平均每辆汽车亏损10万元。多年来，中国汽车集团的数量一直保持稳定，尽管超过一半的集团规模较小，外部资金使他们得以生存，反过来又造成产能过剩和价格进一步下跌。还有需求问题将如何解决？电商巨头之间的地盘之争，显然源于消费支出疲软。今年零售额增速徘徊在5%左右，远低于疫情前的8%。中国经济衰败，地方财政捉襟见肘。路透社报道，地方政府已经削减工资和奖金。中国湖南省告知官员，只要不存在利益冲突，上级知情，时间管理没有问题，政府机构工作人员可以在下班后送外卖，赚取小说版税，提供体育课程，甚至出售农产品。有网民说，所有这些都表明政府雇员将会过得很艰难。目前中国家庭经济一天天坏下去，连从前端着铁饭碗的政府工作人员也穷得要打零工才能维持生计。一些公务员说，他们已经几个月没有领到工资了，许多人只能靠积蓄和借款维持生计，兼职几份工作。一位中国社交媒体用户说，我的朋友叫了一辆车，被一名公务员接走了。就业成为中共最头疼的问题。上周早些时候，习近平呼吁必须着力稳就业、稳企业、稳市场、稳预期，他做得到吗？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